大家好，欢迎来到制定讲堂的启蒙论坛，我是余茂春。北京的嗓门拉得越高，就越显得自己没招。中共最近又开始对外呛声了。过去几周，北京针对美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严正警告，话题绕不开台湾、委内瑞拉、伊朗，还有华府在全球的角色。这套话术再熟悉不过，几乎是一种例行公事。中国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成为对外部势力干涉的严正警告。同时，北京批评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的行动是危险且不负责任，终将自尝苦果的举动。中国官员还告诫各方不要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世界。但就字面解读，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北京前夕，这些言论似乎意味着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也准备好在多条战线上与美国正面对抗。但事实是，北京叫得越大声，就越反映出他现在的困境。中共的愤怒不是自信的展现，而是受制于人的症状。看看北京选择出生的那些地方，就能看出端倪。在波斯湾，北京要求美国克制，但那片海域的航线是美国在掌控，在那里部署航母战斗群、执行封锁任务的也是美国。在拉丁美洲，中国动辄谴责干涉，但该地区的战略主导权依然在美国手里。而在台湾海峡，北京最常发出强烈警告的地方，将近80年过去了，美国与区域盟友仍然是防止冲突的主要吓阻力量。讽刺的是，北京说起话来好像他才是全球秩序的老大，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更优越的一方。这种说的一口好球跟实际战力的落差，其实是中共统治逻辑的核心所在。对中共来说，不能显得软弱是基本前提，因为其政权的正当性与生存建立在永远正确、无所不能的至高神话上。只要稍微流露出犹豫或局限，这对内对外的骗术就会破功，所以他只能用拉高分贝来撑场面。于是，美国任何一个动作都成了挑衅，任何一项政策都被贴上霸权标签，任何一次意见相左都触发警告。这些外部干预、严重后果、坚决反对的固定的词汇，机械式的反复出现。但这样的重复是有代价的，久而久之，语言会失去重量。当严正警告3不5时就发出一次，最后就不再有任何警告的效果。当威胁从未真正落实，它就沦为背景噪音。中共的言辞原本设计用来威吓对手，如今反而逐渐透露出另一件事，那是一种已经没有可行选项的信号。这一点在台湾议题上尤其明显。北京一再强调台湾是核心利益，是不可退让的红线，但事实上只有不到7%的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北京把美国介入定性为非法的外部干涉，并安排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军事演习，模拟封锁或打击行动。然而根本现实并没有改变，台湾仍然不在中共管辖之下，美国也继续支持这个民主社会，区域吓阻力量也依然维持。从美军最新展示的打击能力、电子战、反制打击，以及美国海军在持久大规模作战、封锁与反封锁的优势来看，中共对美国军事援助台湾所发出的强硬威胁，反而显得虚弱无力。北京制造了很多声量，但并没有改变战略平衡，只是放大了自己的挫折感。同样的模式在东亚以外的地区也持续上演。中国批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警告会形成不稳定的单边主义，但它本身却没有能力取代美国所扮演的安全角色。它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军力投射能力也受限制。即使是在中国经济影响力扩大的地区，例如拉丁美洲，它仍然是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下运作。这正是北京无法回避的矛盾。他批评一个自己尚无法取代的全球秩序。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是弱小的，它的军力正在成长，科技能力持续进步，全球企图心也很明确。但企图不等于主导，说法也不等于实力。而真正的风险不在于高估了中国的能耐，而在于误读了它的讯号。华盛顿和美友往往把北京的声音当成胜机在即的讯号，因此显得谨慎畏缩，而这恰恰是中共最想引发的反应。实际上，这种模式显示的是另一件事：北京之所以在言语上升高，是因为在行动上受到限制。
他靠言辞来拉高温度，是因为他在实际操作上没戏唱。认清这个差别至关重要。面对北京的最新一轮警告，正确的回应不是恐慌，更不是退让，而是保持稳定。美国应该毫无保留地持续支持台湾，不需要道歉，更应该维持在关键区域存在。强化盟友关系，以巩固贺主力量。同时，对中国的真实能力要严肃看待，但对他扮演的那些戏码就没有必要认真起舞。每当华府在这些警告面前仍站稳立场，北京言辞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就会更加明显。反之，每一次动摇都会让这个落差缩小。中共最大的优势从来不只是军力或经济，而是其他国家愿意照单全收其说法，并假设这些宣示代表某种不可避免的未来。但这种假设正逐渐站不住脚。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稳定强权的沉稳自信，而是一个必须放大声量来掩饰自身局限的政权。那只老虎仍在咆哮，但声音开始变得空洞，甚至更像是一只年老、脾气暴躁的熊猫，发出的被动攻击式哀鸣，